前阵子台湾出现麻疹疫情，让许多的民众自发去诊所补打疫苗，但全球呢却有一大票的家长坚持不肯让小孩打疫苗，状况甚至严重到害得全球麻疹疫情东山再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MMR 疫苗阴谋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台湾出现了麻疹群聚事件，引发了恐慌。因为麻疹病毒的传染力非常的强，而且可能会导致肺炎、脑炎、中耳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造成患者出现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统计就显示，在1960年代以前，全球每年呢有大约260万人死于麻疹。好在后来疫苗被发明了出来，像台湾呢就从1980年代开始推动儿童全面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也就是 MMR 疫苗。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群聚事件之后，麻疹的疫情没有快速的扩大。那其实 MMR 疫苗的普及呢，让全球麻疹确诊跟死亡案例都大幅的减少。到了2000年代，整个美洲呢，还有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更被宣布为无麻疹区域。没有想到呢，这样子的成果却因为一位医师而功亏一篑。他发表论文宣称 MMR 疫苗会导致小孩有自闭症，引发了全球家长的恐慌。疫苗接种率大减，疫情也随之东山再起。2019年全球麻疹病例创下了统计以来的高峰，高达了86万人感染，还有20万人死亡。后续的调查更揭露，这场反疫苗风暴根本是这位医师一手策划的骗局，目的只是为了利用人们对于疫苗的恐惧来牟利。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根据《反疫苗战争》这本书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医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骗人，又是怎么样骗到这么多人的。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电脑储存空间快满了，你还在烦恼该怎么样整理吗？让全球硬碟领导品牌 Seagate 希捷来当你的容量救星吧！不管是电脑、手机、平板，还是 Mac OS 跟 Windows 作业系统 ，Seagate 希捷外接式硬碟，通通可以随插即存，轻松一直备份。Seagate 希捷外接式硬碟专为品味而生，不只设计轻薄好携带，更通过高温、耐摔等等共160多道的检测，品质耐用又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提供市面上唯一的保固内附带资料救援服务，让你买的安心，用的也安心。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享受 Seagate 希捷的全方位服务，容量升级就是这么简单。在讨论这起世纪骗局之前呢，我们要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麻疹疫苗的年代背景。麻疹疫苗在1963年问世并且在1971年跟腮腺炎还有德国麻疹疫苗合并，成为了给幼儿接种的3合1疫苗 MMR。在全球公卫政策的推动之下呢 ，MMR 的接种率从1980年代开始大幅提升，估计每年拯救了上百万人的性命。但是呢，在1998年，当时全球排名第2的医学期刊《刺胳针》刊登了一篇论文内容宣称 MMR 的疫苗呢跟自闭症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论文的推论是，施打 MMR 疫苗呢会伤害肠道，让有害的物质进入血液，进而诱发自闭症，让幼儿出现语言社交等等障碍，还会伴随着肠胃道的疾病。这篇论文呢一共有13位的共同作者，其中的主要作者呢是在英国皇家慈善医院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外科医生安德鲁·威克菲尔德。这篇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呢，就是他针对12位自闭症儿童所做的研究。而在论文的发表会上面呢，他也公开呼吁家长避免让孩子接种 MMR 疫苗。那他的呼吁也确实成真了。这篇论文爆炸性的主张很快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针对 MMR 疫苗的恐慌也就此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论文发表之后呢，很快就引发了全欧家长的恐慌。后来消息也陆续的传到世界各地。于是，包含了英国还有美国在内，就陆续的出现了有家长联合控告疫苗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不仅如此MMR 疫苗的接种率也开始明显的下降。从论文发表以来呢，英国的接种率就从原本的92% 一路往下掉，到了2003年就只剩下大约80%。那随着接种率的下降，麻疹病例也卷土重来。原本英国呢，从1992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麻疹死亡案例了。但光是在2006的上半年，就有将近500人死于麻疹，而且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的许多国家，影响时间还越拉越远。全球各地都陆续有家长因为担心孩子罹患自闭症而拒绝让小孩施打 MMR 疫苗，导致麻疹疫情在许多的国家东山再起。像是巴西2017年的麻疹确诊人数就直接从0人暴增到6000人。同一年呢，乌克兰的确诊人数也从5000多飙涨到了5万多。而这一切的失序呢，正是从威克菲尔德的那篇论文开始的。
但其实打从论文刚发表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科学界人士质疑这篇论文的可信度。最先被提出来质疑的一点就是这份研究的样本数实在是太少了。根据论文呢，这项研究的样本人数仅仅只有12名儿童，而且这个研究也完全没有设立对照组。12名儿童呢，全部都是本来就已经接种了 MMR 疫苗，并且患有自闭症的儿童。那以科学研究的标准来看，光靠这么少量又不全面的研究数据，就要论定自闭症跟疫苗有关，实在是太过的粗糙。另外呢，虽然论文当中宣称12名孩童呢都是自主参与研究，没有经过特别的筛选，但后续的调查却发现，事实上呢，这些儿童都是受到疫苗诉讼律师、反疫苗组织或者相关人士引荐而来参与的。也就是说呢，这12个样本明显有选择偏差，同样违反了科学研究的标准规则。那除了这些研究上面的瑕疵之外呢，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篇论文里面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有造假。在论当中，把疫苗跟自闭症连接起来的主要证据呢，是在这12名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当中所发现的麻疹病毒。但后来，无论是来自于日本或是美国的其他团队，在尝试复制这个研究的时候，都没能够在他们的受试者身上找到麻疹病毒。因此，医界就怀疑，要么呢是威克菲尔德的检验样本有受到麻疹病毒的污染，要么就是他造假记录。那经过一番追查，并且比对原始资料之后，结果发现他的检验结果确实有被篡改过，像是有些儿童肠道当中明明就没有发现麻疹病毒，后来却被改成有病毒，或是呢肠道明明是健康的，论文当中呢却写说有肠道的病症，甚至就连这12名儿童出现自闭症症状的时间呢也大有问题。论文当中主张，这12名儿童当中有8名儿童从接种疫苗到显现自闭症的症状，最长不超过14天。但事后调查发现，其实有些儿童呢是在施打疫苗之后好几个月才出现自闭症症状，甚至还有的人呢是在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显现自闭症状了。而且有问题的还不只是他的研究数据造假，甚至呢就连他做这份研究的动机本身也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早在论文发表以前呢，就有位律师正准备代表多名的家长对于疫苗厂商提起集体诉讼。于是他找上了威克菲尔德当顾问，不仅提供他高昂的顾问费还帮他申请了数万元的研究经费，请他帮忙找出对于疫苗不利的证据来打官司。之后，威克菲尔德才发表了这份主张疫苗跟自闭症有关的论文。那在这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威克菲尔德做这个研究的动机就很可疑了，而他们也因此刻意隐瞒了利益冲突的事实，不仅没让任何人知道两人之间的顾问关系，甚至双方之间的金流呢，也都用信托基金的方式漂白在台面下进行。根据资料，即使呢最后官司在2003年败诉，威克菲尔德呢还是因为协助诉讼而收到了43万英镑费用。此外，威克菲尔德呢还借着论文的相关主张申请好几项专利来吸引投资，并且创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贩卖相关的检验器具，跟患者收取高昂的检验费用等等，用各种的方式赚进了大把的钞票。那这篇论文的主张跟研究内容虽然确实骗到了部分的投资人跟民众，但就像刚刚说的，科学界对于这篇论文呢并不买单，因此也纷纷的采取了行动。首先呢，世界各地都有学界的人士呢出面对于论文提出质疑，许多学术单位所做的研究也都陆续打脸这篇论文的主张，显示 MMR 疫苗呢跟自闭症之间毫无关系。而面对这些质疑威克菲尔德呢一律以我的检验方法比较特别啊，你们的研究过程有瑕疵这类含糊的说法来反击。那这自然呢没有消除学界的疑虑，因此呢，在论文发表的隔年，威克菲尔德任职的医学院就禁止他公开谈论这份论文，并要求他用正确严谨的科学方法复制这项研究。起初，威克菲尔德表面答应但只是在拖时间。等到医学院下最后通牒时，他干脆不演了，不仅不甩禁令还上节目大谈论文的内容，还直接拒绝复制研究，并且指责医学院呢是在限制他的学术研究自由。最后，在2001年因医学院的要求而辞职。接下来的几年内呢，这份论文的各种争议还有内幕呢，又不断被踢爆，使得原先在论文署名的学者纷纷站出来跟威克菲尔德切割。12位的共同作者当中呢，就有10位发声明表示要撤除疫苗跟自闭症有关的结论。此外，2010年法院更判决威克菲尔德还有严重的职业不当行为，并且拔除他的医生资格。随后，刺戈针也公开撤回了这篇论文。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威克菲尔德的论文跟相关主张都已经被证实是一场骗局了。但就算揭穿了这个谎言，也没能够停止它带来的伤害。
即使论文被撤回医生的资格被拔了，维克菲尔德仍旧坚持自己的论点，还说政府夸大了麻疹的严重性，并且刻意在攻击他，还扬言对揭发真相的记者提告。同时，他还积极投入各种反疫苗的活动，到处上节目受访，参与自闭症的研讨会，大肆的宣扬反疫苗的主张，成功的吸引了许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成为死忠支持者。他还因此被誉为是反疫苗之父。后来，随着社群媒体的兴起他也把战场搬到了网络上面，发表各种煽动的影片，传播有关疫苗的假讯息。2016年他甚至拍了一部反疫苗电影，以悲伤的自闭症家长结合阴谋论，进一步的将反疫苗的理念宣传给更多人。电影最终获利还超过了110万美元。而和这一切并行的是全球多国不断下降的疫苗接种率，以及随之而来的麻疹疫情反扑。就在电影上映的隔年全球麻疹的案例开始暴增。根据 WHO 的统计从2017年到2019年，全球的麻疹病例增加了300%。而且这不只是发生在本来就有麻疹疫情的地方，包含了美国等等原先一度宣布消灭麻疹的国家，都纷纷的复发麻疹疫情。分析普遍认为这种状况跟反疫苗活动有直接的关联。WHO 还因此把疫苗犹豫列为了全球公卫的10大威胁之一。今天介绍的《反疫苗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就是揭穿这起谎言的一大功臣。他花了好几年调查，找到大量证据，踢爆论文造假，就算因此被谩骂，还差点被告，也都没有放弃报道，更把这些年来的调查结果整理成册出版。因此，这本书里面也附上了非常大量的资料佐证。不过读起来却不会很生硬甚至蛮刺激的，很推荐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哦。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这样一篇粗糙造假的论文可以撼动全世界，其实最初刊登这篇论文的期刊《刺歌声》要负蛮大的责任。尤其他们是有很高的公信力，所以第一时间有很多的人会选择相信这篇论文的主张。另外，或许也是因为这种煽动恐惧的言论往往更容易传播，但辟谣却很耗时，因为科学界必须用严谨的步骤去验证。结果就是论文发表12年之后才被撤回。那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说法早就已经传遍各地了，而且刚好这段时期网络开始普及，资讯的流通也变得更加便利，谎言也就传得更快了。甚至后来社群网络兴起，更进一步的助长了反疫苗的论述，甚至导致这件事情在一些国家从原本的医疗科学问题演变成了某种不信任政府的意识形态。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算有很多的科学证据显示打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很多人还是会怀疑说那些证据可能也是政府编的，所以还是不肯打疫苗。那么觉得这样子破坏信任，或许就是这种阴谋论最恐怖的地方，因为民主社会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础，靠着集体的力量去运作的。而一旦这种信任瓦解，后果就会非常的严重。那以麻疹来说，它就需要很高的疫苗接种率来达到群体免疫，所以当有一定数量的人都没有打疫苗，就很容易导致疫情的复发。那还好，目前台湾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疫苗犹豫状况。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如果是1981年以后出生，超过15年没有打 MMR 疫苗，而且准备要去越南印度等等麻疹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或经常出入医院的人，都可以考虑去补打 MMR 疫苗哦。好的，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在这起事件当中，你觉得如果要阻止错误资讯流传，最关键的环节是哪个呢？期刊论文一开始就要严格的审查，不让错误的资讯被认证。B 政府应该要借重专家的意见第一时间出来安抚民众恐慌。C 媒体应该要避免煽动恐惧，也要在学界提出有力的反驳时协助辟谣。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MMR 疫苗阴谋论。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匿名者 Q 以及鸟不是真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质疑解析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